巴囧跟闽南人的冲突。今天我会跟你讲你没有看到的真相，还有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跟中共怎么渗透台湾的关系。巴囧、闽南人，如果在这部影片我说错，我请你们过来面对面跟我讨论我哪里错。你有没有 follow 到巴囧跟闽南人的冲突？我稍微解释一下，闽南人跟巴囧前一阵子拍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录片，因为爆料中共收买一些台湾网红，为了诈骗台湾社会，在中共的脸打一巴掌。再来，他们一直在推罢免，因为这两个人主要在反共。3天前，闽南人出现，他上了一部片爆料巴囧，我建议你去看。但是简单的说，他说巴囧是纳粹主义者。巴囧回答，他说那是在私人空间跟他开玩笑，而且他道歉。昨天闽南人又发了一部影片，一样，我建议你去看。但是主要的说，在纪录片里面说钟明轩是在帮助中共，这件事是假的。我把全部的影片的连结放在小盒子。有一些人说这个只是一种行销方法，他们在演戏。因为这个故事我是从很多不同的人听到，是巴囧跟闽南人身边的人。虽然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，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件事是事实。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们只是两个小朋友或是两个朋友在吵架。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，我跟你说你非常天真。我问你，闽南人为什么在这个之间爆料巴囧？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这样爆料他闽南人影片的后果是什么？背后的真相是什么？还有这件事对你的人生有怎么样的影响？这些事情今天我一个一个跟你讲。首先，闽南人发这样的影片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提到3个原因。他说是因为信仰，他强调不是因为钱。第3个，他说是因为要反共，但是他不想要极端。我们要相信他吗？当然没有，你不应该要相信他，但是你也不应该要相信任何一个人，包含我。你需要的是思考，对事不对人。那我们要一直思考。他说这件事是为了信仰，反共是一种信仰。首先，这件事非常怪，因为信仰是你不知道的事情，但是你决定要相信。反共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共想要毁灭台湾，跟信仰完全无关。再来是钱，他强调不是因为钱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你做这件事是因为钱，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子弟无银300两？第3个最重要，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反共，意思是他发这样的影片，他在帮助反共，有这件事吗？当然没有。他发这样的影片对谁有利益？在帮助谁？的确是中共。为什么？今天我会非常仔细跟你解释。第一部影片的重点是巴囧是搞纳粹。首先，我们要想想看这件事是不是事实？当然不是。为什么？一个国家搞纳粹需要某一种非常特定的状况，跟台湾现在的状况完全不一样。你多了解历史，你会知道。再来是因为巴囧只是一个 YouTuber， 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他有影响力，但是没有太大的权力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搞纳粹。再来，我们看到是蓝对话的截图，他真正的怎么想，我们不知道。而且这个是2个朋友的私人空间，讲一些微博是很正常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现在看你的手机，会不会有很多事情在公开场合你没有办法说？一定会。如果你看我手机，你会吓到。但是我们要假设巴囧是真的非常喜欢纳粹主义，你爆料这件事刚好是罢免的最后一个活动之前，你觉得是巧合吗？那发这样的影片的后果是什么？首先，对巴囧的后果，他被这件事名誉扫地。有一些人本来想要跟他合作，现在不敢。没有人真正的在管巴囧是不是搞纳粹，没有人管是不是真的朋友之间的一些笑话，没有人在想巴囧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搞纳粹，他已经被贴标签。再来是对罢免活动的影响，你觉得罢免活动不会受到影响吗？一定会，因为现在在每一个同意罢免的人身上又贴了这个标签，你是纳粹，你是侧翼，你是极端，还有对反共。例如我又是一样啊，我已经被贴标签，搞纳粹还有的洗。
完全没救了。对民进党呢，一模一样，独裁、绿共、侧翼、纳粹。看来你没看闽南郎影片，把自己玩成纳粹而不自知的民进党已经被人民唾弃，该被罢免的是纳粹绿共。那对闽南人有什么后果？如果闽南人是真的反共，那你觉得现在有反共的人会想要跟他合作吗？他这样做看起来对他没有什么好处，他自己说的，他已经付出全部，走投无路。那为什么做这件事？看起来不符合逻辑，或是即使他有路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本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一定是有。这件事的背后有什么真相？而且是第一次发生这件事吗？我跟你说，当然不是。一样，我们要一起思考。你想想看，闽南人已经陪伴过台湾，他自己说的，他以前是在统战部工作。如果你不知道统战部是什么，是在中共专门来统战台湾的一个政府部门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他在帮助中共来骗台湾人。后来按照他的故事，他曾经在那边做这件事的时候被骗钱，所以不爽，所以决定陪伴中共。所以按照他的故事，他陪伴台湾，再来陪伴中共。谁跟你说不可以再陪伴台湾？你要想象一下，你认识一个你非常喜欢的女生，但是她有男朋友，不过她也喜欢你，所以你们开始暧昧，你们有一段时间当炮友。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她过来跟你说，她已经跟男朋友分手，然后因为很喜欢你，她想要跟你在一起，你会相信她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逻辑，如果她已经陪伴她的男朋友，为什么不会陪伴你？那这件事很像，或是这件事其实可以更仔细的看。你们确定闽南人陪伴2次吗？先台湾在中共吗？或是没有？也许只有1次，也许骗到八炯觉得很兴奋，哇，我找到好猛的资料，我拍这种纪录片可以攻击中共，听起来太棒，完美的，对不对？八炯已经6年一直在反共，一直在爆料一些中共的状况，用这种纪录片，他又证明台湾网红在帮助中共骗台湾，还有很多台湾人有中国身份证，很猛，对不对？除非闽南人出来说八炯是搞纳粹，而且纪录片里面的东西是假的，不是中共说的，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所以现在八炯不管做什么，没有人会相信他，他完蛋了，他爆料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他已经被贴标签，纳粹、侧翼、极端、绿共，好像把八炯跟中共放在同一个地位。但是八炯只是一个 YouTuber， 中共是全球历史上杀了最多人的政党，比较这2个是非常恶劣。而且这种标签不只是贴在八炯身上，因为八炯在某一个程度上也是代表罢免，而且很多人把八炯当民进党代表，是不是在最近一直在听民进党是非常侧翼、独裁、绿共，现在也有纳粹，而且不只是民进党，是任何一个反共的人。例如我，这件事是第一次发生吗？没有，已经发生过。哪里？例如在香港。你知道中共怎么压迫香港吗？他们不是直接有解放军来攻击香港，没有，他们有一个更恶劣、更聪明的方法，他们用香港人来打香港人，搞分裂。这件事我有一部影片建议给你看，住在香港很久的台湾人解释的完美。还有其他的地方吗？有，美国现在攻击川普的人不是中共，中共现在是假装立场很温和，现在攻击川普的人是自己美国人，一直把川普看成是一个独裁者。真的，很多美国人会觉得川普比习近平还独裁，因为你问他们习近平做了什么，他们完全不知道，或是他们会跟你说中共很难说欸。现在在台湾在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。我问你，在台湾谁在反共？以前有馆长，现在馆长在做什么？在攻击民进党。为什么他攻击民进党？是因为民进党很烂吗？不是，这个跟民进党烂不烂没有关系。他攻击民进党是因为民进党反共，不一定是民进党的每一个人，因为民进党也是被渗透。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国民党、民众党跟民进党，民进党当然在反共。那攻击民进党对谁
谁有利益，就是中共。而且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每次看到某一件事情，你都要想这件事对谁有利益，你会比较了解这件事。所以馆长攻击民进党对中共有利益没有错，因为这样民进党比较弱，其实下一次的选举不可能会有民进党上任，还有谁反共？以前曾老师的影片都是反共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反共不重要吗？现在他在攻击是波特王，那波特王被攻击对谁有利益？对中共，太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波特王也是在反共，而且因为巴囧跟波特王是在台湾2个最大的反共 YouTuber， 还有其他的 YouTuber 在这反共，例如囧囧或是斯坦，当然还有我们每天被恐吓，每天都被骂，但是中共不会派曾老师或是馆长来攻击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流量没有那么大，我们影响力没有到波特王或是巴囧。那现在呢？闽南人攻击巴囧，贴那最极端的标签，还有说巴囧说谎，引发在台湾很多人不会相信巴囧，还有很多人不想要靠近他。但是这件事其实更严重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在这个时刻不只是影响到巴囧，不管巴囧有没有出来道歉，这件事一定会影响到罢免活动，还有影响到全个反共活动。我又问你，这件事对谁有利益？就是中共，不然了。那这件事对你有怎么样的影响？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？不需要很聪明才知道8月23号罢免会失败，那会发生什么？这几年在台湾会有蛮大的变化。首先，蓝白会上任，一般民主国家常常换是非常健康的，但是台湾的状况不是一般的，因为蓝白会改变一些蛮重要的法律，帮助中共可以事实上控制台湾。首先，他们会跟你们说这件事是为了和平，为了避免战争，为了反贪污，为了经济进步。你们一直会听到，其实你们本来是被民进党洗脑，被民进党骗，然后有一天你不小心会进入1国2制、9·2共识。发生这件事之后，中共不需要演，那个时候你们台湾人会了解住在一个独裁国家是怎样。这些事情有一些 YouTuber 像巴囧、斯坦或是囧星人一直在提醒你们，因为一直在爆料一些中共怎么对待中国人。你为什么觉得他们是这样做？是提醒台湾人不要变成这样。这个就是台湾的未来。那为什么我是这样认为？这个是在下一部影片会跟你分享。但是针对今天的内容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你觉得有道理吗？而且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极端的人，很侧翼，亲爱的闽南人，亲爱的巴囧，如果我在这部影片说的有什么不对的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请你们过来这边跟我面对面谈。而且如果你觉得我拍这样的影片，我讨论这些议题对台湾社会有贡献，你可以考虑当我频道会员。现在我们有一个讨论区的平台，所以可以跟我或是跟其他的会员讨论这些议题。无论如何，我要非常感谢你们，你们每一个礼拜一直鼓励我，真的感谢你们。我是黑鼠师，下次再会。